你成了女帝的御用钦差，他给你派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岩浆城解决粮价暴涨问题。可刚到就看他县令冷风愁眉不展。萧御史，你可算来了！这几日连续暴雨，岩浆城的农田被水灾一冲，颗粒无收。偏偏城内夏、徐、董、刘四大粮商还趁机大肆偷粮，大发国难财。如今粮价飞涨，已经从40文一斗涨到了100文，百姓已经无负担，眼看就饿死了。身边女帝进士温雅贤皱眉问道：“那官府的粮仓呢？为何不开仓放粮？”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扑哧一笑，果然冷风答道：“早就开仓了，可粮价丝毫不减，反倒是很多粮食都被粮商们收购走了。萧御史，你可想想办法吧。”你呵呵一笑，此局并不难解。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关闭岩浆城粮仓。冷风好气，萧御史莫不是在故意打趣下官？眼下开仓放粮，粮价仍然难以遏制，若是关闭，恐怕瞬间突破100文一斗。如此天价，您是要看百姓们生生饿死吗？温雅贤一脸不解，但并未做声。女帝陛下曾吩咐过，岩浆城大小事务一律由萧本掌管，不得万不得已，不得干涉。你面色平静，那不关100文一斗的价格，百姓们难道就买得起吗？可是本御史不是跟你解释，而是命令，你没有选择的权利。冷风双手紧握，是。下官立刻命人关闭粮仓，并张贴榜文。但萧御史可想好，一旦城内粮价暴涨难以遏制，这责任7日之内岩浆城粮价不降，一切后果本御史一力承担，哪怕是这条命。好了，现在把岩浆城4大粮商家族请来，本官要请他们吃饭，商讨粮价问题。很快，消息传到4大家族耳中，夏家族长夏目笑了，区区赴宴怕什么？他说降价，我们就得降，只要我等4人齐心，大有连年天灾，粮库内绝没多少存粮，放多少我等就吃下多少。这粮价不仅跌不下去，我还要让它涨到110文。其他3人一拱手，夏老移民，我们为你马首是瞻。很快到了赴宴日餐桌上，他们4人穿得破破烂烂，大笑。素闻4大家族在岩浆城有100年之久，怎么今日一见如此落魄呢？老夏头鞠躬行礼。萧御史有所不知，如今天灾流民遍地，百姓无粮可吃，我等实在痛心。这段时间拿出大饼子帮助赈灾，如今早已入不敷出了呀！好气，冷风是真的好气，这帮奸商竟如此歪曲事实，真是无耻！你神色不变，4大家主高风亮节，有悲悯天人之心，萧某佩服。只本官受女帝指派，接管岩浆城一切大小事务。夏老秒懂，御史大人亲临岩浆城，我夏家自当要拿出诚意，愿自降5文，赔本卖粮。许下义士，可你却依旧摇头。哦，自降5文，夏老脸色难看，没想到这御史胃口这么大，咬咬牙，8文，御史大人，我们做的小本买卖再降，就真的无力承担了。可您依旧摇头，他们脸色难看至极，这御史是要逼他们什么脸啊？你一个外地来的小御史，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可就在他们要拂袖而走的时候，你却开口，本官要你们手中的粮食全都提高到150万一斗，只准高不准低，谁若敢低于150万卖粮，本官就宰了谁。夏老瞪大双眼，萧御史，老夫可能是年纪大了，耳朵不好使。您刚刚说什么？要我等不低于150万卖粮？你嘴角上扬，本官的意思很难理解嘛。150万一斗，谁若敢低于这个价，让本御史查到，那便人头不保。这一次尔等听清楚了吗？夏老差点笑出声，150文啊，背后是天价利润。眼下既能赚大钱，骂名还让官府去背负。他活了大半辈子，天底下居然还有这种好事。但很快老眼爆发金光，不对劲，恐怕只是口头说说吧。御史大人，此事可会张贴榜文？放心，这顿饭后，这个消息将会贴遍城内每一个街道角落。等4人离开，徐家主不由问道：“夏老，这新来的御史打了什么心思，不降反升呢？”夏老冷哼：“老夫活了大半辈子，什么架势没见过，还从未见过粮价暴涨后还能跌下去的。怕是萧御史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想要趁机分上一杯羹啊！”眼下趁着县衙榜文还没有张贴，快派人以100文一斗的价格去扫荡城内市面上所有粮食，乱世粮价不言顶，百姓活不下去，到时再高的粮价也要砸锅卖铁的来买。嘎嘎嘎嘎嘎！另一边，他们走后，县令冷风心中刺痛，何不是肉糜？何不是肉糜啊！这萧御史知道150文是什么概念吗？是了，长安城内从小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大人物子弟，又怎会知道百姓疾苦呢？含泪跪下，大人，您可知这样做的后果啊？榜文一出，不出10天半月，城内必是人间炼狱。下官出身，至今30有6，一身傲骨，从未求过人。今日恳请萧大人收回成命。可您这是面无表情，照本官的意思去做。其
其他不是你该问的，你并没有解释太多。须知君不密视其国，臣不密视其身。四大家族经营100年，贤内必隔墙有耳。但看冷风这样子，还是有些于心不忍，稍微提醒道：“冷大人，想要降低粮价，不一定要拼命压低，弹簧越是强力镇压，反弹也就越恐怖。放心吧，7日之后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”说罢，大步走出县衙，后续的安排还有很多。如此天灾，注定无数百姓流离失所，降粮价，这是其一。当下能让百姓在大灾中活下去，甚至是赚到钱，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瞥了眼周围的建筑，冷大人带本官四处看看。本官看着府衙年久失修，过几日等粮价跌下来了，倒是可以翻新翻新。冷风一口老血差点喷出，百姓都活不下去了，这萧凡居然还要大肆翻新府衙嘛？这和鱼肉百姓有何区别？简直是疯子！贪官、奸官、狗官！扭头看向女帝进士温雅贤大人，您是陛下身边的大红人，求您出手制止吧。温雅贤面色纠结，萧凡当初在金銮殿上的西侯局，他也是见识过的。眼下命令虽然离谱，但也猜不准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。叹息一声，陛下有令，严家城大小事务全都交由萧大人处置。这种事态紧急不可控制，我会出手制止。说罢，便跟上你的脚步。冷风同行敌手，只怕到时候就晚了呀！不行，我要立刻告知陛下。取我笔墨来，本官要连夜上奏800里加急弹劾。再这么胡来，严家城数十万百姓可就完了。2日后，正在朝廷批阅奏折的姚熙收到了沿江城的800里急报，打开一看，哦，不仅不让当地粮商降价，反而还高价卖粮嘛！萧凡啊萧凡，你到底要做什么呢？与此同时，另一边同样接了圣旨，在隔壁清水县降低粮价的状元秦元浩接到线报后呵呵一笑，这萧凡真是可笑，沽名钓誉之辈，居然还提高粮价，如此贪婪，找死！自己不过来了清水县区2日，就用雷霆手段让大粮商们齐刷刷降了足足5文。对了，身后县令冷冷道：“传本官的令，告诉那些粮商不要太过贪婪，必须再降7文，88文1斗，他们依旧有得赚。若是给本官面子，等回到长安升官后还念这份情。但若惹怒了本官，吃饭的代价他们承受不了。没错，他曾算过一笔账，这个价格百姓没咬牙，变卖完家产还是买得起的。虽然困苦了点，但只要一顿饭不分4、5顿吃，不至于饿死。扛过灾年，又是一条好汉。县令拱手，大人英明啊！下官在清水城5万百姓，谢谢大人了。大有秦大人在，乃江山社稷之福。呵呵，为官者就是要这样一张一弛，粮商和百姓都能活着。接下来视角切回沿江城，愤怒的百姓围着县衙，定价150万，可现在都涨到200万1斗了，这还要我们活吗？大人，早没给您跪下了，这个价格，魏家老小真的会活活饿死的呀！这帮吃人血馒头的畜生，他们迟早遭报应！接连不断的抗议，让冷风焦头烂额。今日已是下达榜文的第7日，可粮价不降反升，从150涨到足足200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满血丝，好急！萧大人在哪里？手下答道：“应该是在寺庙。”冷风脸色一变，又去寺庙了。这7日时间，这个萧御史除了下令粮食不得低于150文卖粮以外，不是去清水河玩，就是上寺庙拜佛，甚至还想翻销县衙，举办大事祭活动。如此放任，粮价岂能降下？7日之约一到，我要去找他。不久后，划过寺外，你笑眯眯走出，还丢下2个赏钱。这一幕让冷风咬牙切齿。不行，还不能疯狂，正事要紧。萧御史，萧大人，足足7天过去了，如今沿江城粮价不降反升，县衙外每天都是挨揍的百姓，再这样下去，场面必定失控，到时候一切都晚了。您真的不怕吗？没错，他已经查过了，眼前这位萧御史居然是当朝定国公之孙，长安最著名的纨绔。知道这个消息后，他直接绝望了。难怪行事如此跋扈，原来是账里有后台。你却呵呵一笑，哦，那4粮商这几日有什么动作的？冷风咬牙，自打献王这贴榜文后，他们都用了大笔银子疯狂扫荡市面上的粮食，而且就这么囤着，哪怕是150文1斗都不卖，导致粮价一路上涨，现在都200文了。可听到这个消息，一拍手掌，好，那明日大肆招工，开始翻修府衙，并且要对外张贴出榜文，本国要举办一场盛大的赛龙舟活动，拔得头筹者可免除商税3年。不是，现在可是灾年啊，百姓活不了，还如此压榨，这不是要他们的命吗？冷风彻底疯狂，咬牙道：“我当然会照做，可就算你是定国公之孙，闯出如此大祸，也承担不起后果。”转头看向温雅贤，温大人，请您出手吧。一旁温雅贤神色复杂看着你，现在事情已经有些不可控了，即使他葫芦里装的是仙药，如今都必须打开。萧公子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如今这个局面，再是不说，我只能带萧公子接管沿江城了。你拍拍身上灰尘，呵呵一笑，好吧，也是时候了。